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潮文頻道。今日我哋就要講20幾個話題嘅。首先就係阿根廷最近就選咗一位有阿根廷版特朗普之稱嘅新總統，佢個名就叫做米萊總統，係一個非常之極端嘅人嚟嘅。好多人就擔心到啦，阿根廷喺經歷咗政治大變天之後，就唔係嚟到首先擔心呢個國家究竟會唔會冧檔，因為呢個畢竟都係佢哋自己國家之間嘅事。但係如果阿根廷冧檔嘅話，最受到影響嘅當然就係之前阿根廷仲爭落中國成120億美元嘅債務，折合成人民幣860個億嘅咁大嘅一筆錢，究竟喺呢個阿根廷嘅新總統嚟到新上任嘅時間會唔會賴賬呢？呢個先係最多人關心嘅問題。陣間我哋就會嚟到講下阿根廷喺政治變天以後爭落中國嘅120億美元究竟點樣做，有冇機會收得翻，以及係中亞兩國合作之間嘅投資以及係風險嘅。再之後為大家報道，就係美國嘅參眾兩院最近都同時通過咗一個叫做國防授權嘅法案。呢個國防授權法案最矚目嘅地方就係將中國內地、中國香港同埋中國澳門都同時列入咗係海外敵對勢力。關於海外敵對勢力係一個點樣嘅等級呢？就係等同於朝鮮、俄羅斯、古巴、伊朗等等嘅國家，喺美國眼中就視為大敵，所以踏入2024年選戰之年，卻亦係國防授權法案啟動之時。到底拜登是否真係有意同中國修補翻啲關係，定係要將敵對嘅關係僵局脫鈎越演越激烈呢？今日就陪大家一一嚟到分析，到底喺美國呢個國家是否一把聲音說了算，拜登嘅權限有幾多，真正話事嘅背後勢力又如何能夠影響美國嘅參眾兩院，甚至連總統都要聽佢講。國防授權法案又係一樣點樣嘅法案呢？轉頭會同大家慢慢咁嚟解釋。再之後呢，就係亦都要同大家嚟到講中美之間喺貿易層面方面又點樣令到兩國嘅緊張局勢越演越激烈。美國最近不但止無意撤銷特朗普時期嘅3000億美元產品嘅高關稅，仲要喺其他領域嚟話嚟自中國嘅電動車上面提高更高嘅關稅。此舉有違自由貿易，此舉就係行緊美國保護主義。美國咁嘅盤算到底對佢自己國家係有利定係有弊呢？我哋中國係點樣回應呢？我哋中國反其道而行，做咗一個有部分普羅大眾好有爭議性嘅舉動，就係不但止唔對抗美國，而且由美國能夠進口中國嘅貨物仲減多啲稅嚟到益佢哋。點解會咁樣呢？此舉絕對唔係軟弱，此舉原來先至係最高張同埋反將美國嘅一步棋，對美國有沉重嘅打擊。轉頭亦都會為大家一一嚟到說明解釋嘅。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新潮文嚟緊喺2024年1月為期12日嘅天府之國四川之旅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喺呢條片最後嘅18分鐘，亦都有我親自錄製嘅行程介紹。大家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最尾嘅18分鐘睇埋我親自錄製嘅旅行介紹影片嘅。由於呢個旅程係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到時我亦都會隨團出發。如果想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話，就立即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或者睇埋我嘅旅行介紹影片之後再報名都仲得嘅。喺呢度期望到時見到大家。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請嚟到重新檢視有冇喺訂閱新潮文頻道或者新潮文2.0頻道嘅同時撳埋隔離嘅嗰個啷啷掣，記得要揀全部嘅嗰個啷啷掣撳埋佢，先至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㗎。撳咗呢個掣之後，先至能夠最大限度咁樣去確保到收到我哋嘅出片通知以及係直播通知嘅。喺呢度就有勞大家啦。跟住落嚟就要講下，自從阿根廷變天以後，好多人就擔心到阿根廷爭落中國嘅120億美元嘅債務，究竟能唔能夠還得到呢筆數折合成人民幣860個億嘅。究竟咁大嘅一筆巨款，阿根廷嘅新總統會唔會賴賬呢？講起呢個新總統，
佢一直有個外號就係叫做阿根廷版嘅特朗普嘅。佢係一個典型嘅極端自由派分子。咁呢個咁嘅米羅總統咧，喺競選期間啊，就已經多次發表到反華嘅言論，並且一度就揚言到咧要終止申請加入金磚國噶啦，仲話到咧要退出中國所倡議到嘅一帶一路，都係喺佢競選嘅時間講過嘅說話嚟噶。究竟呢個米羅係乜嘢來頭？佢執掌咗阿根廷之後，對中國又意味住啲乜嘢呢？嗱，實際上係咁嘅，阿根廷其實就係中國喺整個南美洲入面最大嘅重點投資對象嚟嘅。中國嘅公司都大規模咁參與咗阿根廷呢個國家嘅好多建設嘅，例如係公路嘅建設、鐵路、橋樑以及港口，甚至乎係發電站等等嘅呢啲基礎設施嘅建設咧，都有中國嘅背後身影喺裏面嘅。中國係承繼住大量嘅阿根廷基礎設施嘅建設參與項目嘅。就喺2022年，亦即係上年2月嘅時候，中國同阿根廷之間咧就簽署咗一份合作嘅協議。當時根據到呢份協議所講到嘅就係中國會承諾到對阿根廷去投資230億美元，內容咧就會涵蓋到科技嘅創新、綠色技術以及係基礎設施同埋農業合作等等嘅多個方面嘅。根據到呢一份上年2月同阿根廷簽署嘅合作協議，其實就已經足以證明到中國喺阿根廷嘅投資已經做到係整個南美洲裏面最大嘅投資項目嚟噶啦。以前嗰啲都唔好計，單計呢一份上年2月簽嘅合同就足以做到最大規模啦。而當中如果講啲細節嘅話，更加係感受到中國點樣大力去投資喺阿根廷身上嘅。例如係阿根廷最大嘅一個水電站，佢個名咧就叫貝爾格拉諾水電站，係中國出資嘅投資項目嚟嘅。又例如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嘅地鐵，亦都有中國資金嘅身影。仲有阿根廷嘅高鐵項目巴塔根尼亞高鐵，以及係阿根廷嘅大型光伏發電站等等。呢一啲咁大型嘅項目，真係唔係話啲乜嘢啊！唔好話拎晒全部項目出嚟，就算係咁以是但拎一個出嚟都好啊，都可以堪稱為南美洲基礎建設嘅典範代表作嚟嘅。有合作建設固然係好事，但可惜今日嘅阿根廷並唔富裕喎，好多嘅項目開展其實都係依賴住中國嘅借貸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啫。如果唔係就諗都唔使諗，項目係冇可能開展得到嘅。嗱，現在嘅阿根廷點樣唔富裕法啊？佢嘅經濟環境點樣差法呢？呢點亦都係我哋最擔心嘅，就係而家嘅阿根廷已經爭落中國120億美元嘅巨額債務，而阿根廷自己本身亦都有超過2700億美元嘅外債。不過咁樣都唔係令人最擔心嘅地方，最擔心嘅地方就在於阿根廷嘅本國貨幣阿根廷披索，佢正在以一個極高嘅速度喺度瘋狂貶值當中，全部都係近排先至發生嘅事嚟嘅。回顧翻10年前，阿根廷比索對美元嘅匯率咧，大概就係6:1，6比索換1美元咁樣嘅比率嘅。但係而家又點呢？而家可以話到係跌到嚇死人。今日我哋再睇翻最新嘅匯率，阿根廷嘅比索對美元嘅匯率已經跌到去800:1嘅呢個水平，亦即係成800比索先至能夠換到1美元。之前就6比索換1美元，而家就800比索先換1美元。嗰個下跌貶值嘅速度係快到十分之驚人嘅。對比起10年前嚟講咧，阿根廷比索已經接近貶值133倍啦。所以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基本上嚟講喺國際貨幣市場上面係冇人會承認阿根廷比索嘅，亦都冇人願意會收呢啲錢。基本上咧，阿根廷比索已經同廢紙係冇乜區別噶啦。因此，雖然我哋中國作為一個主動放棄美元嘅國家，盡量都唔想用美元進行到交易，而且咧亦都容許其他嘅國家可以用佢哋嘅本幣或者係人民幣進行到還款嘅動作。但係呢個案例如果用喺阿根廷身上咧，睇嚟就唔係好行得通啦。最起碼嘅就係我哋係唔會接受阿根廷比索嚟到作為阿根廷向我哋還款之用嘅。一係阿根廷就還人民幣，一係阿根廷就還其他嘅貨幣俾我哋，甚至乎就要還原基本步，
還翻美元俾我哋先至能夠接受嘅。咁呢個時間亦即係意味住阿根廷係需要賺一啲佢哋自己本國貨幣以外嘅貨幣嚟到去還錢，亦即係佢哋要賺翻啲外匯收入先至能夠還得起呢啲錢啦。咁好啦，既然阿根廷要靠出口賺外匯還錢，咁即係話到阿根廷要將佢主要嘅出口貨品賣到出去，先至能夠賺到呢啲錢嘅。而阿根廷有啲咩出名嘅出口貨品賣俾人呢？基本上嚟講呢，都係一啲農產品，就例如係阿根廷嘅牛肉、大豆、粟米、小麥、磷蝦等等。但係呢一啲阿根廷拎得出手賣出去俾其他國家嘅東西呢，都有一個特徵。呢個特徵就係基本上嚟講呢，都係一啲低附加值嘅初級農業產品嚟嘅啫。靠賣呢啲東西，主要就係靠賣嘅規模夠大，個量夠多，利用到薄利多銷嘅策略咧，先至能夠賺到足夠嘅外匯收入嘅。不過喺咁龐大嘅阿根廷外債面前，賣出嘅呢一啲低附加值初級產品，其實所賺翻嚟嘅都只不過係杯水車薪啫。喺龐大嘅外債面前，完全係不值一提嘅。而且仲有一啲令到我哋好質疑阿根廷究竟還唔還到錢嘅可能性喎。咁頭先聽完我哋咁講，阿根廷本來就缺錢噶啦，不過偏偏咧，阿根廷仲係一個主打住全民免費醫療同埋全民免費教育嘅國家嚟嘅。一個阿根廷人由小學到大學，只要係公立學校嘅話咧，就會全部免費，係唔使交任何嘅學費嘅。而醫療亦都係一樣啦，所有嘅公立醫院咧，亦都係全部免費嘅。咁樣咧，就令到阿根廷嘅財政造成咗巨大嘅負擔。呢啲福利咧係冇可能去到削減嘅。邊個夠膽喺教育同埋醫療嘅費用上面去到動手削減嘅話，咁嗰個人就必然會遭到嘅選民嘅拋棄嘅。所以係唔會有一個新嘅阿根廷總統走去夠膽喐呢啲嘢嘅。不過如果一直咁做落去嘅話，阿根廷咧就會陷入到一個惡性嘅債務循環。一邊廂咧就係國民嘅福利唔能夠減少，而另一邊廂咧就係政府嘅債務一年比一年高，根本完全係一個政府負收入嘅狀態嚟嘅。其實自從1961年以嚟，呢62年以嚟啊，阿根廷咧就只有6年係實現到財政盈餘嘅啫，其餘嘅56年全部都係財政虧空嘅，所以阿根廷政府就只能夠靠發債去過日子。咁再加上阿根廷就行總統輪換制嘅，所以就造成到一個風氣，就係呢一屆嘅總統嘅債咧就會留翻俾下一屆嘅總統處理嘅，然之後下一屆又會繼續借錢去度日。反正喺總統卸任咗之後啊，就唔需要再理啦。最緊要就係自己當位嘅時間夠錢使就得啦。因此再加埋咁樣嘅政治體制之下，阿根廷嘅國家債務咧就好似滾雪球一樣，越滾就越大，越滾越多。咁究竟阿根廷會唔會賴賬呢？佢仲爭我哋中國120億美元。如果佢一嘢殺賴，去到賴賬唔還，有冇呢個可能性呢？答案就係我哋唔能夠否認有呢個可能性嘅。畢竟呢個世界上面嘅流民國家始終都係有嘅。但對於一個正常嘅主權國家嚟講，如果要做流民，係必然要付出代價嘅，而且呢個代價仲係幾乎冇辦法承受嘅。原因好簡單嘅啫，阿根廷咧就係靠借錢度日而活到今天嘅，咁佢一定會好驚一樣嘢，就係有一日佢借唔到錢。點解借唔到錢啊？就好似代入翻我哋日常生活咁樣，假設有一個人佢個信用度越高，咁樣佢借錢就自不然越容易啦。相反，如果一個人嘅信用越差嘅話，咁佢就會越借唔到錢。不論嗰啲係信貸評級又好，或者係呢個人喺朋友之間嘅名譽名聲都好啊。總之個人嘅信貸評級越差，信譽越差嘅話，就越借唔到錢嘅。其實放到去一個國家都係同樣嘅情況嘅啫。現在嘅阿根廷唔單止係爭我哋中國嘅錢，其實佢同一時間都係爭咗好多美國佬嘅錢嘅。而美國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最大股東，阿根廷就爭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440億美元咁多。所以如果今日話到阿根廷會賴賬，賴咗中國借俾佢嗰筆賬，咁其實亦即係意味住佢會將嗰筆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大筆嘅錢都上邊賴埋佢都仲得嘅。如果喺同一時間
出現到向大國賴賬嘅記錄，咁樣亦即係等同會將阿根廷嘅信譽徹底破壞一樣。咁試問佢以後仲邊有國家或者係地區夠膽借錢俾阿根廷呢？仲邊有人夠膽去阿根廷投資呢？呢個係我哋要知道，阿根廷佢從來都係靠借錢度日，佢最驚就係借唔到錢噶啦。所以喺動機上，阿根廷一定唔會令到自己嘅信貸評級去到搞差嘅。如果唔係，佢日後點問其他國家借錢啊？更何況就好似頭先話齋，中國係阿根廷最大嘅海外投資國。如果因為咁樣賴賬而令到中國對阿根廷實施資金抽走，甚至乎係技術嘅斷供，咁樣我哋所頭先講到阿根廷嘅嗰啲大型基礎建設項目，例如係阿根廷嘅嗰啲高鐵、大型嘅水電站、水壩、首都嘅地鐵等等嘅呢啲東西呢，就會全部立即停擺。呢一個都係阿根廷要面對嘅賴賬風險嚟嘅。若然阿根廷選擇到不如美國攞啲錢呢，就唔好賴賬住，而賴咗中國嗰啲先，當佢真係想打呢個壞心思啦。其實佢嘅後果亦都唔會比先賴美國賬再賴中國賬嚟得要好嘅，因為當佢賴咗中國第一筆賬嘅時候，佢就會徹底將中國同阿根廷之間嘅關係嚟到徹底打破。咁到時唔好以為牽連唔到阿根廷啊！阿根廷去到美國借錢嘅話，美國一定會提高佢嘅借貸條件嘅，因為你已經賴過賬啊嘛。到時美國一定會提高借出俾阿根廷款項嘅嗰一啲利息嘅，而且仲會附加一系列嘅額外條件。到時阿根廷必然會付出更加大嘅代價，從而咧會加速到阿根廷國家財政嘅破產嘅。現在我哋都仲有一啲殺手鐧係揸住嘅，除咗頭先上述講到嘅嗰啲基礎設施以外啊，現在嘅阿根廷核電站其實都係我哋中國幫助興建嘅。若然冇咗中國嘅技術支持，阿根廷呢個核電站仲能唔能夠正常運轉呢？因此喺國與國嘅債權關係嘅背後，其實就係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嘅經濟捆綁。中亞兩國之間嘅經濟捆綁已經令到中亞兩國之間係做到榮辱與共，好嘅就一齊好，衰嘅就一齊衰咁樣嘅境地噶啦。因此，如果阿根廷真係要選擇唔還呢120億美元嘅中國借款俾我哋中國嘅話，阿根廷自己付出嘅代價都會相當之大，就並唔係話求其拍拍個囉柚唔認數咁就可以嘅。不過如果話到最好嘅解決方法，咁當然呢個解決方法就唔係喺民間嘅層面咁簡單啦，反而最佳嘅解決方法就係我哋所講到嘅以劍經商。只要中國嘅投資去到邊度，中國嘅航空母艦戰鬥群就會去到邊度，咁樣先至係要解決到阿根廷哪怕係有一絲嘅念頭諗過想唔還錢俾中國嘅最有效解決方法嚟嘅。因此綜合嚟計，我哋絕對唔需要擔心阿根廷係會將呢條數走咗去嘅。即使係呢個阿根廷特朗普之稱嘅米萊總統去新上任，都係咁話，我哋係有足夠嘅能力去到收翻呢一條數嘅。再之後為大家報道，就喺過去12月，美國嘅參眾兩院一同嚟到去通過咗一個叫做國防嘅授權法案，就係2024年將會開始實行嘅國防授權法案。而拜登亦都喺平安夜之前12月22號呢，亦都簽名通過咗呢個法案啦。嗱，國防授權法案當中包含啲咩內容呢？就係好多嘢非常之具爭議性。當中第一樣嘢就係我哋最近成日討論嘅，居然將香港同埋澳門列入咗連同中國嘅內地一齊，中國嘅三地內地、香港、澳門列入為海外敵對勢力嘅等級。海外敵對勢力等級呢，就係等同朝鮮、俄羅斯、古巴、伊朗、委內瑞拉等等嘅國家呢，就係叫 foreign 嘅敵對等級。到底呢個法案簽名同通過是否容易呢？其實亦都係幾容易，當中亦都冇爭拗。眾議院以310票對113票，參議院以87票對13票，容易咁樣通過呢個國防授權法案。而拜登亦都即刻就喺22號簽咗落實國防授權法案，將香港
同埋澳門呢兩個係一國兩制嘅地方呢，都等同咗喺個敵對嘅區域。到底對嚟緊美資嘅投資會有點樣嘅影響呢？咁我轉頭會慢慢同大家慢慢嚟到解釋，會唔會真係阻止到美國來華投資，阻止到美國嘅企業喺我哋東方呢邊中國嘅土地上邊，唔同城市唔同地方點樣嘅經濟行為會否有所影響？而我哋大家都令我哋好費解嘅就係點解一方面拜登話要修好同中國嘅關係，另一方面卻越演越激烈做嘅行為呢，係越嚟越單邊主義，越嚟越敵對，將個局面搞得越嚟越緊張。我亦都會陪大家慢慢解釋點解會係咁樣嘅，就要從國防授權法案呢樣嘢嚟到去講起。咁喺分析之前呢，亦都為大家講多啲關於國防授權法案裏邊嘅內容同埋新聞資料先。呢個海外敵對勢力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同埋澳門，而另一個非常之具爭議性嘅內容呢，就係由今年年中開始，就喺擬定呢個國防授權法案裏邊，內容係包括對台省嗰邊嘅進一步嘅挑釁行為，例如話包括喺台省嗰度呢，建一啲培訓嘅計劃，所以知道台省嗰啲士兵呢，就係草莓兵，希望將草莓兵呢變成能夠上沙場裏邊有翻啲作為嘅一個訓練計劃。當然呢，個願景就係咁樣，是否真係令到佢哋喺沙場上邊能夠有一教之力，定還是要佢哋更加有效率地送頭？大家呢都係聊言於心。仲有美國對台省嗰邊嘅軍助計劃啦，如何令到美國同埋台省嗰邊頑固自立分子嗰啲台嗰啲官員政客又加緊接觸同埋溝通？美國同埋台省喺軍事上面嘅網絡合作，就即係呢咩叫網絡合作呢？美國可以隨時走入台省嗰邊嘅大數據同埋網絡後台，難道台省可以隨時入美國嘅網絡後台同大數據咩？梗係冇可能啦！仲有一系列嘅軍事方面嘅諮詢、制度、能力嘅培訓同埋再造計劃，目的呢就係要將台省嗰邊嘅軍售全力咁打造。關於呢個國防嘅授權法案，淨係台省有關嘅頁數都成50頁咁多，係歷史以嚟呢最大嘅篇幅。嚟緊5年要對台省有100億美元嘅軍事援助，而且任何關於台省嗰邊，關於台省要採購美國嘅軍備呢，都要優先同埋快速咁樣處理。呢個就係最新版本2024年嘅國防授權法案。美國嗰邊嘅國防呢，就包括埋呢，就係影響埋其他地方，對其他地方呢進行滋擾同埋軍侵同埋顏色動亂。呢個呢，亦都係國防授權法案。嗱，國防授權法案可能大部分人覺得都係同國家安全同埋軍備有關嘅嘢，唔係㗎。其實情報嘅工作呢，喺國防授權法案撥出嚟嘅軍費撥款裏邊呢，佔比都非常之大。嚟緊2024年嘅國防授權法案，軍費呢亦都係史無前例地咁大筆，就有8860億嘅美元軍費。嗱，比上一年呢係增加咗3% 咁多，增加咗3% 呢都有280億嘅軍費美元嚟到計。你諗唔諗到一個地方嘅軍費可以每年係去到以港元嚟到計6萬幾億噶啦？而喺情報戰方面呢，根據過往嘅記錄起碼都佔軍費裏邊嘅幾百億美元，就係要嚟撥俾嗰啲中情 A 局等等嘅機構嘅。咁今次呢個國防授權法案呢，既然將中國內地香港同埋澳門定咗為海外敵對勢力嘅時候呢，咁會點呢？咁就要任何美國嘅公民，其實甚至非美國嘅公民，總之全世界人喺中國內地、喺香港或者澳門做啲咩嘢、啲咩言行呢，都會列入美國嘅監聽範圍裏邊。淨係監聽呢樣嘢呢，已經完全冇底線，唔需要有證據，亦都唔需要申報，可以任意監聽美國或者非美國嘅公民。咁監聽咗，攞咗呢啲資料之後，攞嚟做啲咩？攞多啲資料，淨係 process 呢啲資料，淨係調查呢，都要增加撥款俾有關嘅部門，即係淨係 process 呢啲資料同埋去對呢啲資料進行調查呢，都要撥多1147億嘅港元。我特登講翻港元啦，等大家知道係幾咁大筆嘅投資，去俾一啲調查嘅部門調查香港嘅有關官員商人佢哋到底有冇做任何呢個反人道啦，呢個民族嘅大洗牌啦，戰事嘅犯法啦，同埋國際嘅刑事等等，
嚟到進行調查嘅。咁其實好多人咧喺美國眼中咧都有犯到有關嘅罪名，呢啲罪名基本上咧係美國自己去安嘅啫，冇嘅話都可以講到你有，即係例如話西藏同新疆咧都可以講到有。咁呢啲行為絕對就會係有威嚇作用，威嚇任何人能夠自由嚟到進出中國境內，因為中國係包括埋中國香港同埋中國澳門啊嘛。任何通商嘅行為，就正如新潮文呢，我哋之前有一集直播曾經講過，就係嗰個新聞講到喺中國內地而家呢嗰啲國際學校就執完一間又一間，因為大量咁流失國際學校嘅學生，有好多 expat， 有好多喺外國應該喺中國設分公司，去到中國嚟到出差逗留嘅外國人才人員呢，都離開咗中國，翻返去自己本國嗰度，因此國際學校越嚟越少學生。我哋講嗰單新聞呢，就係講到有好多外資企業撤離中國嘅市場嘅原因係因為乜嘢？因為喺嗰一集直播呢，我哋同大家提到過，就係我哋睇到實實在在喺當地嘅例子，當你了解佢哋嘅時候，其實佢哋唔係驚中國有任何通牒嘅行為，佢哋根本覺得中國係一個非常之自由同埋非常之俾佢哋大展拳腳，亦都非常之好玩嘅大市場。佢哋唔係驚中國嘅國家安全問題，所以撤離中國。佢哋係驚咗美國自己嘅國家安全問題，因為佢哋呢班喺中國度做生意嘅人，佢哋盤數，佢哋每一個行為都俾美國嗰度大力咁樣嚟到去監聽，咁樣去查問，翻到去自己本國每一條數每個行為都問長問短，非常之影響佢哋正常嘅商業往來。所以佢哋為咗減少麻煩嘅時候，咁就索性唔好做啦。所以話根本喺美國嘅商界企業，佢哋完全冇驚過，甚至係非常之想嚟中國嘅市場。佢哋真係驚嘅呢，係驚翻佢哋自己本土嘅查問。所以現在呢，我哋睇到呢個國防授權法案，佢撥多成千幾億嘅港元嚟到計淨係千幾億都係要俾有關嘅部門進行數據，無論收到嘅消息同埋資料係有上報冇上報或者純粹自己監聽自己偷聽偷睇偷到翻嚟嘅呢，都要有關嘅部門嚟到將呢啲資料大量咁 process。淨係呢個部門啫，都要撥款咁多嚟到去拓展佢嘅行為。仲有，如果喺大型嘅軍事勢力嘅影響力方面，美國需要喺太平洋有更加強嘅威嚇能力，有更加強嘅競爭計劃。關於太平洋呢邊，再望見亞洲呢邊呢，喺佢哋有一個部門叫做印太司令部。印太司令部一切有關嘅行動都要次數越嚟越多，規模要越嚟越大。而呢個呢，就係直接關係到美國嚟緊2024年將會使8860億美元嘅軍費裏邊呢，嚟到成全有關印太嘅行動。而有關印太行動非常之重要，第一大嘅角色就係要招呼中國，阻止中國發展。因為佢哋點樣形容中國呢個國家，話俾大家聽，美國視中國為呢個世界上唯一有意圖亦都有能力去挑戰美國國家安全同挑戰美國經濟利益嘅國家，所以要全面嚟到招呼中國。我再講多次，呢句真係經典。呢個世界唯一有意圖亦都有能力挑戰美國國家安全、挑戰美國國家利益的國家，就是中國。所以印太司令部國防授權法戰略好大部分都要全力嚟到招呼中國。講到你呢度有陣時候呢，我哋重複翻聽翻呢句，都唔知係讚美定係貶低。讚美緊中國有能力挑戰美國，定還是貶低緊美國你自己乜原來你咁容易俾人挑戰？原來中國喺地球嘅另一邊自己發展都會影響咗你哋美國嘅國家安全。可能喺美國眼中美國眼中嘅國家安全呢，就係全世界美國嘅影響力。呢個世界邊一個角落，邊一個地方嘅規矩唔係美國定落嚟跟住嚟到行嘅話呢，都為之挑戰美國國家安全。國防授權法呢樣嘢，其實大家大可以覺得佢係同拜老頭同埋美國嘅商界巨企呢係分開兩邊嚟到睇。國防授權法過去60幾年嚟呢，過去超過半個世紀都未試過未通過，因為此舉關係到軍費，此舉關係到美國嘅一大勢力就係軍工企業。美國嘅軍工企業呢係惡過美國政府嘅，係惡過拜老頭，惡過美國總統嘅。喺呢個軍費底下呢8860億美元嘅軍費比去年增加咗3%。首先呢，軍人
就要加人工，平均嘅人工係加咗 5.2%， 當中呢亦都要大力咁提高軍人嘅獎金啦，同埋呢個生活嘅津貼。當然唔少得就係美國嘅船艦啊、啲蓮子啊、炮彈啊同埋飛機啊等等。咁頭先講到啦，裏邊有最大嘅篇幅破咗歷史以嚟最大嘅篇幅50頁係關於台省，50頁就係要利用台省嚟到去增添軍備，嚟到對住中國搞事，5年要軍助100億嘅美元。咁對烏克蘭嗰邊有幾多啊？對烏克蘭嗰邊呢，關於軍事援助方面，援助烏克蘭嘅計劃呢，就由2024年拖到去2026年。表面上睇起上嚟呢，就係對烏克蘭繼續援助，但係每年嚟緊即係24、25，當你就埋26嘅話，每年得3億美元啫。咁遠遠同5年嘅100億美元呢嘅台省完全唔係同一個價值，亦都幾近呢。我哋可以睇得出烏克蘭已經變成一個棄卒。喺烏克蘭嗰邊使嘅錢，你可能會覺得咁如果係真係棄卒嘅話，直情使都唔使啦。烏克蘭呢個角色呢，第日我哋再有一個詳細嘅分析，到底喺俄烏戰事落幕之後呢，烏克蘭呢個地方仲係一個點樣嘅地方，有啲咩價值？喺外國勢力培植底下呢，烏克蘭會變成一個點樣嘅發展？呢啲呢就關係到外國勢力，即係北約啊、美國呢啲呢，會喺烏克蘭使幾多錢？總之，現在烏克蘭呢依然有佢嘅價值，但係佢嘅價值呢就淨係值3億美元一年嘅啫。拜魯頭呢就曾經動用過總統嘅緊急開支嚟到去請求國會通過一個610億美元嘅對烏克蘭嘅呢個援助法案，610億嘅美元吓，但係呢國會就唔通過嘅，亦有可能呢就係拜魯頭明知唔會通過噶啦，所以呢就經國會呢 ban 咗佢嘅時候呢，拜魯頭就話我冇計，我愛莫能助啊。須知道任何軍事嘅援助呢，都等於對軍工集團嘅利益輸送。例如話洛歇馬丁RTX 呢啲咁嘅國防公司呢，就喺今次呢8860億美元歷史以嚟最高軍費就賺到盆滿缽滿啦。所以呢個係關係到美國嘅軍方啦，同埋美國嘅軍工利益嚟嘅。咁可能你會覺得啦，喂，唔係一直以嚟關於軍方嘅嘢都係同拜魯頭嗰邊對着幹嘅咩？軍方主戰噶嘛，拜魯頭就不情願地要支持戰士噶嘛。咁點解去到參眾兩院都會過得咁順利呢？呢樣嘢就係講緊美國嘅所謂民主制度啦。知一樣嘢叫 lobbying， 軍工企業呢就喺美國紮根咗好多年，過去60幾年嚟呢，國防授權法案都唔會唔通過嘅，因為關係到佢哋呢個勢力、呢個派系嘅利益。有幾多議員呢係俾軍工勢力集團已經係 lobby 咗，去到參眾兩院一定要舉手支持。我哋再睇一睇嗰啲票數，眾議院310票對113票，參議院87票對13票。好多人呢都係恩威並施底下嚟到去支持國防授權法案，拜魯頭都唔敢逆意要即刻要簽字嘅。咁俄烏戰事你又點睇呢？係咪好似表面上睇起上嚟，拜登好想軍助烏克蘭，只不過國會唔通過，所以就搞到烏克蘭無以為繼，所以先至輸呢？其實就係要做到呢個效果，因為如果傳咗出去，就話美國同埋北約都全力推動烏克蘭嚟到去打俄羅斯。如果傳咗出去，俄羅斯都無所畏懼，全力對抗有呢個北約同美國背後支持嘅烏克蘭，依然能夠穩操勝券。咁試問美國同埋北約個顏面何存啊？咁所以咪有一條金漆嘅樓梯嚟到去落台，就係話國會嗰邊呢個不主戰嘅派系呢聲音好大，所以冇辦法再撥款俾澤連斯基，所以佢咪輸咯。咁樣呢，就係一個最好嘅金漆樓梯，最好嘅自圓其說啦。而事實上，今次俄佬同埋烏仔戰事，俾普京個人嘅膽識，利用2022年加埋2023年呢2年嚟去試得出，原來美國同埋北約只不過係僅此而已。不但止唔好講話要打入去莫斯科或者反咬俄羅斯嘅國土一下啦，克里米亞半島又收唔翻，而家烏東呢又全部已經公投咗，盡收俄羅斯底下。喺實實際際嘅海陸空三軍常規戰時，原來美國同埋北約都搞唔掂俄羅斯，甚至所謂嘅制裁戰時、制裁嘅攻勢、國際嘅制裁，甚至什麼國際法庭對呢個普京嘅追緝，原來都無阻普京呢
去中東啊、沙特嗰邊嚟到出訪，都無阻普京做佢想做之事，甚至亦都無阻俄羅斯喺2023年嘅季度 GDP 嘅增長。所謂嘅制裁呢啲攻勢呢，原來啊連一個俄羅斯都搞唔掂。咁以後舉起啊國際制裁呢個巨棒，再唔會嚇到任何國家噶啦，更加唔會嚇到啊中國添啦。咁因此我哋亦都睇到，當俄羅烏仔嗰邊嘅戰線開始怠慢、開始落幕嘅時候，即刻就撳制巴爾嗰邊嘅戰線、紅海嗰邊嘅戰線，甚至軍工集團係絕對想撳出南海呢邊嘅戰線。咁聽我哋新潮文之前1年幾集嘅關於南海嗰邊啊、菲律賓、美濟礁嗰邊嘅戰線呢，大家就會聽得出美國嘅意欲啊係有去到幾盡嘅啦。當然呢，就係講緊軍工啊、軍事派系啦。咁而家就講下對美國同埋中國嘅商業影響咧有幾深。我哋中國外交部亦都譴責呢個國防授權法咧，根本係違反咗一中原則，違反中美嘅3聯公報、3個聯合公報，刻意賣弄啊中國威嚇論。嗱，之前呢，美國就係一個限制投資法，係總統行呢個行政命令嘅，限制任何美國嘅企業喺中國啊進行高科技領域嘅投資，因為一投資嘅時候呢，就關係到技術嘅轉移同埋教授等等。我頭先講過啦，將中國列為海外敵對嘅勢力嘅時候，亦都要配合一個全天候嘅情報監控噶嘛。所以喺國防授權法案裏邊有一部分係海外啊外國嘅情報監視法，就即係美國呢嚟到去簽一啲法案，等美國可以大條道理、合法、合情合理咁樣呢嚟到監視全世界。外國嘅情報監視法裏邊呢，就係表示，無論對美國嘅公民又好，當美國嘅公民喺海外同美國嘅公民，又或者美國喺海外同唔係美國嘅公民，即係其實全世界人啦，做嘅任何行為呢，都可以列入啊呢個外國嘅情報監視法裏邊嘅。而呢個情報監視法係得到撥款啦，得到擴大啦，同埋係拖延到呢嚟緊嘅4月19號繼續延期。之所以係咁，就中正啊我頭先同大家所講，同埋我哋之前直播所講，身為美國人、美國嘅企業同埋裏邊嘅專才來華投資、來華經商，佢哋驚嘅呢，就唔係驚我哋呢邊，驚嘅係驚佢哋自己人，驚美國人啊對佢哋啊嘅監聽。然之後呢，我就會為大家講一單新聞，就係美國啊喺經貿方面呢，如何做出一啲加強咗中美關係敵對局勢同埋緊張局勢，一啲都不利於通商嘅行為，就係嚟緊2024年，美國呢就唔會取消喺特朗普年代嘅3000億美元產品啊嘅高關稅，係唔會取消嘅。點解？因為一取消咗嘅時候呢，就表示美國軟弱啦。一做咗呢個取消嘅行為呢，就表示即係啲平民百姓係美國嘅平民百姓就會覺得，你拜登唔理我哋平民百姓嘅利益，你引入啊外國啊嘅產品嚟到外國嘅產品，佢哋係要政府補貼同埋惡意傾銷噶嘛，咁咪損害到我哋美國子民嘅利益咯。即係美國啲普羅大眾呢，尤其是愚昧嗰班諗嘢就好平面嘅，咁美國嘅愚昧嘅大眾諗嘢平面，其實佢哋唔知道有好多佢哋嘅產品都係極之需要同中國嗰邊嚟到去購買，美國根本做都做唔到，做嘅話呢，就算高關稅啊，都唔夠佢哋自己生產啊咁貴，高關稅最後呢，承擔嘅又係普羅大眾，就令到呢生活有通脹。但係普羅大眾好多人呢，尤其是支持共和黨嗰班呢，就係咁樣嘅一個無知大眾，所以我哋一定要引以為鑑。外國嘅劣質民主啊，就係縱容咗一啲頑劣嘅人嚟到放任佢哋嘅思維同埋情緒嚟到亂諗嘢、轉牛角尖同埋亂說話，無所建設，言不及義，就係一班咁樣嘅人。不但止唔取消特朗普年期嘅3000億美元嘅高關稅，而且喺更多嘅產品清單上面呢，將會再提高關稅，提高高關稅嚟到限制嚟自中國嘅進口。就例如話嚟自中國嘅電動車，中國嘅電動車大家都知道咧，絕對係獨步天下嘅。喺呢個電動車市場呢，我哋中國能夠攞第一同埋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呢，指日可待。但係現在美國要啟動一個保護主義嘅政策，佢要限制中國嘅電動車進入美國嘅市場，要收高嘅關稅，提高關稅，原因就因為美國要保護自己國家嘅
嘅新能源產業。其實呢，電唔電動車呢樣嘢呢，都只不過係表面上面嘅煙幕，最緊要就係美國要借中國電動車呢樣嘢嚟到提高個關稅呢，就係為咗保護美國將會發展嘅新能源。美國將會發展新能源，例如話喺我哋啱啱11月嘅鏈博會啊，中國嘅鏈博會，寧德時代有嚟參加，亦都展出佢哋新嘅電動車嘅電池。美國自己都生產同埋研發緊新能源電池。咁大家亦都知道嚟自中國嘅環保啊、電池啊、綠色能源着實係又平又靚噶嘛。咁所以美國一定要保護咗自己嘅產業先。所以呢，此舉就完全係美國嘅保護主義嚟到去對呢個世界嘅自由貿易規則。係美國覺得嘅呢，即係佢哋明明行緊保護主義，佢哋都可以講成呢，此舉啊先至係自由貿易嘅規則。其實簡單嚟講呢，做生意呢就有贏有輸嘅。只要美國賺得多贏嘅時候，咪話自由貿易咯，就唔俾你嚟到阻止。美國呢賺得唔夠人多，喺呢個貿易競爭底下輸咗嘅時候呢，就自我保護，就係話呢啲違反咗自由貿易規則。所以對美國嚟講呢，自由貿易規則呢就係要有利於美國，要做生意，美國賺得多，揾得着數多，千祈唔可以你都揾到着數呢多過佢。你揾到着數多過佢嘅話呢，你就違反規則；佢揾到着數多過你呢，佢就叫自由貿易啦。可惜現在呢個世界經已係時移世易。其實以前美國呢就建立咗一個好有系統嘅方法嚟到點樣賺盡呢個世界嘅錢呢，甚至連呢個少少都唔剩翻俾人哋。即係例如話，我當以往呢中國呢就接到好多美元嘅訂單，接到好多嚟自外國嘅訂單呢，咁就用呢個美元嚟到找數。接咗好多訂單賺咗美元之後呢，呢啲美元賺咗呢啲美元呢，中國又會進入咗另一個美國嚟到撈錢嘅系統咯，就係攞住呢啲美元呢，又要買翻美國嘅國債，買咗美國國債之後呢，就即係將自己賺到嗰啲美元呢，又掟翻過去俾美國嗰度。美國呢就係利用呢招不停咁嚟到去鞏固自己美元嘅霸權，不停咁令到自己國內嘅錢越嚟越多，人民呢就任意揮霍，任意碌卡，因為碌咗任何 credit 嘅話呢，任何壞賬都係外國嚟到找數。美國亦都利用自己隨意嘅呢個加息降息呢個招數呢，嚟到去玩弄世界買佢嘅國債，嚟到從中嚟到圖利。但係今時已經唔同往日啦，現在呢，中國拋售美債，現在中國利用人民幣呢樣嘢呢，就玩國際化，同好多唔同嘅國家開始有呢個本幣互換、本幣交易。咁當然啦，順帶就一定要一提嘅就係呢個世界拋售美債拋售得多嘅，梗係唔係淨係我哋中國啦，日本亦都拋售好多美債啦。咁我哋面對美國呢啲惡意保護主義嘅行為呢，我哋點去應對呢？中國最近就出咗一招，就係面對美國進口中國嘅產品1010項嘅產品呢，降低關稅嚟到吸引美國嘅企業更多嚟到出口嚟到中國。好多人好平面咁一睇呢個招數就覺得，喂，有冇搞錯？而家美國對嚟自中國嘅產品再多嘅限制，唔取消以前錯誤嘅3000億美元特朗普時期嘅高關稅不特止，仲要喺新嘅產品上面清單上面再列舉更多嘅嘢嚟到高關稅，阻止中國嘅進口。點解而家中國買美國啲產品仲特登降低關稅呢樣嘢吸引美國嘅產品呢個行為係咪軟弱啊？講到呢度呢，就一定要同新潮文嘅觀眾講，我哋呢個台呢，雖然我哋係年輕人，但係我哋就唔係腦充血，乜都喊打喊殺嘅一班嚟嘅。即係新潮文唔係一個發洩極端民族情緒、毫無國際視野嘅一個台。我哋唔係以鎖國為榮，我哋唔係以唔去外國，淨係用筷子食飯唔用刀叉為榮，我哋唔係以淨係講中文唔識俄語為榮嘅一個台嚟嘅。我哋提倡就係要學貫中西，就算學俄語英語又好，日語又好，英語要講得比英美嘅當地人更加叻，講日語都要講得比日本人更加叻，就好似楊潔篪楊主任同埋王毅王主任咁樣，咁樣先至為之一個國際嘅都市，咁樣先至係一個比國際更加國際，行到最前，喺時代行到最前嘅一群。喺而家呢個時代呢，對其他國家要贏到人呢，就唔係用海陸空三軍去鎮壓，去鋸人哋嗰啲子民，破壞經濟，破壞文明呢，情匹夫之勇，唔係我哋應該提倡嘅做法，反而應該喺文化、經濟同埋貿易方面、科技發展方面
同埋國際關係上面贏到人哋，先至係真真正正嘅泱泱大國。中國而家喺1010項嘅產品上邊降關稅呢樣嘢，係大量咁吸引緊美國嘅企業，想去將佢哋嘅產品更加落力咁樣嚟到去出口去中國。而出口去中國嘅過程呢，甚至呢就係想同中國嘅企業有更加多嘅合作，美國嘅企業同中國嘅企業更加多嘅合作嚟到製造更多嘅唔同嘅產品，令到美國嘅企業呢更多意欲咁想去中國嗰度設分公司。而呢個只不過係開頭，呢個開頭呢就係一個利好嘅開始。咁喺降關稅嘅項目入邊，呢1010個項目，再下次有更加長嘅清單，更加多嘅項目加落去嘅話呢，對美國又好，對呢個世界又好，所有企業想進入中國嘅市場呢，都係一個利好嘅消息，增加商業嘅投資，而且呢令到係世界嘅歡迎，更加體現到咩叫自由貿易。中國嘅開放市場唔係全世界都提倡，尤其是美國啲政客都喺度講話中國嘅市場封閉，其實佢哋先係最封閉，佢哋先係最多市場准入嘅限制。所以中國此舉呢，就話俾全世界人聽咩先係真真正正擴大自由貿易，而且亦都喺呢啲自由貿易底下呢，更多嘅產品嚟中國嘅市場，亦都帶動咗中國有更加多嘅發展，人民嘅發展、經濟發展同埋技術嘅發展。仲有喺戰略上面呢，此舉有另一個目的，呢個就係回應翻我哋研究緊喺三藩市，習主席喺三藩市進行美國嘅出訪嘅時候，唔係拜老頭想同習主席修補翻啲關係嘅咩？唔係美國嘅各大龍頭嘅企業都為咗見習主席一面純粹係傾個偈，握個手 say 個 hi 都要一擲幾十萬美元嚟到買門票嘅咩？呢個亦都係事實。其實就係增加美國嘅商界同政界之間嘅分歧，增加佢哋之間嘅對立，令到美國嘅商界更加有意欲來華投資，來華嚟到經商，咁就更加大力咁去反抗現在美國搞埋啲什麼國防授權法嗰啲高關稅嗰啲保護政策、保護主義須知道美國喺之前嘅通脹削減法裏邊已經得罪咗歐洲好多企業嘅利益。美國以自由貿易為旗號，其實行緊保護主義為實，呢樣嘢已經看在眼內。所以中國而家再降低關稅嚟到吸引全世界嘅產品嚟到進口中國。所以之前中國先有一樣嘢叫做鏈博會，一個世界從未有過嘅一樣嘢就係供應鏈同埋進口博覽，就係體現咗中國嘅市場嘅包羅萬有，全世界都希望嚟到去進入中國嘅市場，成為一個好完整嘅供應鏈。所以今次嘅降關稅絕對唔係軟弱嘅表現，反而先係對美國嗰邊嘅政界現在嘅局勢有沉重嘅打擊，增加咗呢班龍頭企業同埋拜登嘅對立，阻止拜登再做任何同中國脫鈎嘅行為。咁呢樣嘢對嚟緊2024年拜老頭嘅選情一定係有實實在在嘅打擊嘅。咁呢啲先係真真正正嘅大國戰略，唔係下下就要鎖國甚至出海陸空三軍喊打喊殺。呢啲就只會成匹夫之勇，對發展、對文明、對合作經濟一啲利益都冇，而且係背道而馳嘅。咁聽得新潮文嘅觀眾都希望大家嘅呢個高度係有翻咁上下。起碼我哋嗰啲主持就算幾咁愛國都好，我哋都唔係刺激民族主義，唔係一個發洩性嘅論證平台。咁我今日嘅分析暫時嚟到呢度。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親自介紹一下今次最新推出為期12天嘅天府之國行程究竟係點樣先㗎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領取行程資料嘅。整個行程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並非一般坊間嘅旅行團係揾到相關嘅行程嘅。並且今次天府之國之旅嘅行程，格仔亦都會隨團出發，陪大家玩盡12日嘅。出發日期就由嚟緊2024年1月嘅21日至到2月1號嘅，為期12日。首先第一日嘅旅程，我哋就會去到由香港機場出發，直飛到去成都嗰邊嘅飛機航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就到噶啦。之後喺稍作休息、瞓過一晚以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二日嘅行程。第二日嘅行程就會由成都嗰邊乘坐我哋特登安排到嘅飛機以旅遊巴前往西昌，然之後就沿住呢個雅西高速公路
呢一條被譽為中國最靚嘅高速公路之一，嚟到去正式抵達西昌。去到首先為呢個旅程熱下身，參觀到呢個瓊海國家濕地公園嘅。瓊海國家濕地公園係一個面積好大嘅淡水湖，以水質清澈見稱嘅。佢嘅景色優美，亦都係一個盛產魚蝦嘅地方，係一個有名嘅天然漁場，亦都係一個國家級有名嘅濕地公園嚟嘅。成個瓊海分為觀鳥島、夢裏水鄉、煙雨鷺洲同埋西坡鶴影嘅。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優美，絕對值得我哋花時間嚟到呢度睇一睇嘅。之後嘅行程就會去到第3日，亦都係今次整個行程嘅主要一部分。話晒咁遠，由成都搭車過嚟西昌，當然梗係要參觀到屬於我哋國家4大發射中心嘅其中之一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啦。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位於四川省西昌市嘅航天北路，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亦都係中國嘅飛彈以及係衛星嘅發射基地之一。早年呢一度咧係禁止參觀嘅，但係隨住內地旅遊嘅開放，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亦都會喺某一啲時間係接受遊客參觀嘅。今次我哋亦都有幸爭取到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嘅機會，大家千祈就萬勿錯過啦！喺參觀完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參觀阿柳耶擬文化風情實景火獸劇嘅。呢個火獸劇係當地著名嘅少數民族嘅一個實景劇嚟嘅，裏面就彰顯咗彝族獨有嘅風情文化，而且佢嘅場面規模非常之龐大。如果嚟到西昌冇睇過呢套火獸劇嘅話，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西昌啊！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石板村、唐縣以及係建昌古城嘅。之後我哋就會離開西昌，嚟到第4日嘅行程，就會遊到西昌嗰邊，去到另外一個城市樂山市嘅。喺樂山市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亦都係一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呢個就係樂山大佛啦。樂山大佛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佢係一座彌勒佛像嚟嘅。整座佛像就刻喺靈雲山嘅岩壁上面，佢嘅高度幾乎同佢身背後面嘅嗰一座山係一樣咁高嘅，而且腳踏住江水，睇起上嚟十分之雄偉。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嚟到包船，從另一個角度去到確保可以睇得晒整座大佛。之後我哋就會從樂山大佛去到峨眉山嘅附近嘅，然之後就進入到第5日嘅行程。嚟到峨眉山，當然我哋就要上到峨眉山嘅金頂啦。喺呢一度呢，我哋仲特登重金咁安排到乘坐獨立嘅環保車，直達纜車站，然之後呢再可以乘搭埋纜車，直接往返到峨眉山嘅金頂嘅。以往嚟講，要去到峨眉山嘅金頂需要一定嘅體力，但係現在我哋就可以免除呢個煩惱，摁腳咁樣啊，就能夠可以去到峨眉山金頂噶啦。然後呢，我哋就會進入到第6日嘅行程，第一站就會嚟到呢個成都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就係1984年正式開放嘅，而喺2009年，成都博物館嘅新館呢亦都開始修建，並且喺2016年6月就嚟到正式開放嘅。呢度嘅館藏非常之豐富，亦都係國家嘅1級博物館嚟嘅。代表嘅藏品就有石犀牛、京粵松七人像以及係漢代嘅石碑嘅。由於館藏實在太多，多到講都講唔晒。正所謂要了解一個地方嘅來由，去到當地嘅博物館去了解就係最好嘅第一步。當大家進入到博物館之後，就會了解到點解四川係會叫做天府之國。喺天府之國呢個名詞背後，包含住整個中國由戰國時期去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期之間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位於四川博物館附近嘅武后祠。武后祠呢個祠佢相當之特別，佢係唯一中國君臣合一，亦即係君臣合祠嘅祠廟嚟嘅。再講一次，亦即係君臣合祭嘅祠廟嚟嘅，由武后祠、漢超列廟以及係衛陵所組成嘅。武后祠始建於公元223年，初時係漢超列帝劉備嘅一個陵寢嚟嘅，後到尾就一齊拼入埋三國時期蜀國嘅丞相諸葛亮嚟到一齊供奉。
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苑花溪公園嘅呢度，以杜甫草堂嘅歷史以及係文化為背景嘅，再運用埋現代嘅園林同埋建築設計嘅前園理論，結合古典園林同埋現代建築藝術所結合而成嘅城市公園嚟嘅。呢度山水交融、自然雅致嘅景觀以及嘅建築，凸顯咗現代川西文化嘅敦厚嘅歷史底蘊，係一座將自然景觀、城市景觀完美融合嘅成都市入面最大嘅開放式森林公園嚟㗎，亦都完美咁演繹咗詩人杜甫嘅詩意韻味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錦里古街，以及係再欣賞埋當地嘅四川變臉表演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7日，另一個旅程嘅重頭戲，近年都非常之著名嘅三星堆啦。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嘅城西三星堆鎮嘅，佢係屬於青銅時代嘅文化遺址嚟嘅。但係佢最特別之處就在於喺三星堆裏面揾到嘅嗰啲文物，除咗有3000幾年嘅歷史之外啊，亦都同期我哋中原文化所揾到嘅文物嘅嗰個造型相比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唔同樣嘅，而且設計同埋風格都係完全唔同。究竟解釋咗啲乜嘢呢？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遐想，認為到三星堆會唔會係外星文明而嚟嘅呢？又或者三星堆係咪屬於一啲外來嘅民族，或者係一啲其餘嘅古文明呢？尤其係三星堆所揾到嘅文物，佢嘅做工以及係工藝都比同一時期商朝所揾到嘅青銅器物件係更加鬼斧神工，所以就為到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層神秘感啦。喺呢度，我相信大家係親眼睇到三星堆文物嘅時間，一定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川嘅地震遺址，同樣都係我哋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北川地震遺址就係汶川大地震之後嘅災區所保留落嚟嘅完整景象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原貌保護規模最大、地震破壞最全面嘅一個地震遺址嚟嘅。基本上喺呢一度所保留到嘅都係當刻汶川大地震嘅原貌。喺呢度我哋就可以學會如何居安思危，如何敬畏大自然。相信對於我哋呢一啲住喺絕對安全城市嘅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學習作用嘅。之後嚟到第8日嘅行程，我哋就會嚟到劍門關鎮嘅，係歷史上非常之知名嘅關隘嚟嘅。喺古代時候，如果要進入蜀地嘅話，攻下劍門關就係佢嘅必經之路，而且要進入到四川蜀地嘅話，喺經過劍門關之前，仲要走過地勢險要嘅蜀道。因此，我哋喺呢度呢，亦都可以見識到唐代詩人李白所講到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究竟佢真正嘅意思係點樣？因為蜀道就喺劍門關嘅面前，我哋如今都可以體驗得到啦。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翠雲廊景區。翠雲廊景區其實就係劍門蜀道翠雲廊現存嘅7803棵嘅古樹嚟嘅。喺呢啲古樹入面，差唔多全部都係古柏樹，就佔到當中嘅9成9噶啦。而呢啲古柏樹，佢嘅平均樹齡就有1050年咁耐。當中最年長嘅2棵古柏，一棵就叫做劍閣柏，另一棵咧就叫做隋大柏。呢2棵古樹嘅年齡咧，仲係去到誇張嘅2300年咁耐，所以咧亦都被稱之為蜀道奇觀同埋森林活化石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第9日嘅行程，就會去到阆中古城嘅。阆中古城係咩地方呢？其實唔好睇佢好似唔出名咁樣，阆中古城佢係同平遙、麗江、攝縣並稱為中國嘅4大古城嚟嘅，亦都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阆中古城佢嘅建築風格係完全體現到我哋中國古代嘅居住風水觀，棋盤式嘅古城格局融合到南北風格於一體嘅，亦都係中國古代建成選址天人合一呢個標準嘅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嚟嘅。喺阆中古城就有張飛廟、永安寺、五龍廟、滕王閣、觀音寺、巴巴寺以及係大佛寺，仲有川北道貢院等
總共8個全國重點文物嘅保護單位嚟嘅。咁所以我哋點能夠錯過呢笪地方呢？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10天嘅行程，嚟到由成都航空工業花咗歷時2年所興建到嘅首座園林式嘅戰鬥機博物館嘅。呢個同樣都係行程嘅重點。當然我係一名軍迷嚟噶嘛，梗係中意參觀呢一笪地方啦。喺呢一度就陳列咗9款唔同嘅戰鬥機嘅，佢哋分別就有殲5型嘅戰鬥機、殲7型嘅戰鬥機，出口到去巴基斯坦嘅梟龍戰鬥機，以及係作為我哋中國空軍現役3劍俠之中嘅其中2款殲10嘅戰鬥機，以及係殲20嘅戰鬥機嘅。而當中仲有另外2款系列嘅無人機，分別就有翼龍系列嘅無人機同埋天賜系列嘅無人機，總共3架。嗱，當中我哋要注意到啦，喺呢度所擺放到嘅殲20戰鬥機呢，佢係呢度嘅亮點之一嚟嘅。原因就係想當年喺2007年殲20研究立項論證嘅時間啊，就整咗一架全尺寸嘅金屬樣機嘅。而呢一架最早嘅殲20概念機，其實就係放喺依個園林博物館裏面嘅嗰一架殲20啦。因此佢係十分之具有重要嘅歷史文物價值嘅。再之後咧，就會去到成都近郊嘅一個大熊貓樂園，呢個咧亦都係行程嘅重頭戲之一嚟嘅，就係參觀到呢一個中華嘅大熊貓院啦。中華大熊貓院亦都係我格仔特登選址嚟到去參觀大熊貓嘅地方。原因就係除咗四川係大熊貓嘅出生地，係大熊貓嘅發源地之外我哋亦都做足功課，知道四川參觀大熊貓嘅地方係有好多嘅，但係點樣為之揀一個好嘅呢？喺我嘅標準嚟講，當然好嘅熊貓參觀地方就一定要人比較少，最好咧就係熊貓多過人。如果唔係去錯地方嘅話，就反而係參觀人多過熊貓啦。所以我哋嚟到中華大熊貓院就啱晒啦，因為喺呢一度咧人比較少，熊貓比較多，咁樣大家就可以毫無障礙睇清楚呢度活潑可愛嘅熊貓，仲可以作出近距離嘅接觸。呢一種感覺係喺其他嘅動物園唔能夠感受得到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參觀到我哋中國人古代嘅智慧結晶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啦。喺古代憑住有限嘅人力以及係建造技術，究竟我哋點樣利用到我哋嘅智慧嚟到治理岷江嘅水患呢？唔講唔知，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實距離現今已經超過2270年嘅歷史㗎啦。但係即使時至今日過咗2000幾年啦，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繼續運作當中，係繼續令到四川嘅人民受惠嘅。如果冇咗都江堰嘅話，其實都好難有天府之國依笪咁富庶嘅千里平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睇下屬於我哋中國古代人嘅智慧究竟有幾咁厲害。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都江堰嘅仰天窩熊貓自拍廣場，睇到佢嘅造型都覺得非常之得意。然之後呢，亦都會去到都江堰西街，以及係成都嘅春熙路步行街。春熙路步行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嚟嘅，就由春熙東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以及係春熙北路4條嘅步行街組成。當然近嚟都非常之熱爆嘅太古里，亦都係出名多靚仔靚女網紅經過嘅地方嚟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古色古香嘅網紅打卡點，成都嘅闊澤巷子。喺呢度呢，記住去到影多啲相，因為呢效果非常之出眾㗎。再之後就嚟到第12日嘅行程，我哋喺臨上飛機之前就會嚟到去見識一下四川獨有嘅茶文化。因此呢，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觀音閣老茶館。呢個老茶館呢已經有上百年嘅歷史啦。佢嘅建築就係典型嘅川西地區清雅房嘅建築嚟嘅。由於佢嘅年代遠久，所以都幾有嗰股滄桑感㗎。呢個茶館無論從佢嘅建築陳設，仲有茶客，都透露出濃濃嘅歷史感嘅，亦都係最具四川文化嘅特色。然之後我哋就會搭專車前往成都天府機場。
直飛到香港，就嚟到結束今次為期12日嘅旅程㗎啦。喺呢度順帶一提，今次呢一個12天嘅天府之國旅程，格仔係會隨團出發嘅，因為話晒呢個行程都係我設計㗎嘛。而且我哋喺全程所安排到嘅旅遊巴呢，都係俗稱2+1座位嘅飛機椅旅遊巴嚟嘅。佢嘅座位非常之闊，係我哋特登預訂，唔係一般出邊嘅旅行社可以坐得到㗎。再嚟，我哋仲會為每一位團友特別加送到每人一張夠晒呢12日旅程所用到嘅一張數據漫遊電話卡嘅。呢張數據漫遊電話卡係可以直接連通香港，所以即使身處國內都可以暢通咁使用到類似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或者去登入翻你哋香港嘅電郵嘅。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攞呢張數據卡嚟到去油管嗰度睇我哋新潮文嘅節目嘅。總之就係暢通無阻。最後一點就係我哋今次所安排到你嘅呢個行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噶啦，都係想舒舒服服、他他條條，所以我哋呢個行程所設計到嘅行路位呢，就唔係太多嘅啫，基本上都係點對點，唔需要行得多嘅。喺呢一度我就再重複多一次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價錢嘅聯絡方法，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去索取資料以及係報名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 到時希望見到你同我玩盡呢12日。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請嚟到重新檢視有冇喺訂閱新潮文頻道或者新潮文 2.0 頻道嘅同時撳埋隔離嘅嗰個啷啷掣，記得要揀全部嘅嗰個啷啷掣撳埋佢，先至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㗎。撳咗呢個掣之後，先至能夠最大限度咁樣去確保到收到我哋嘅出片通知以及係直播通知嘅。喺呢度呢就有勞大家啦。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